大家好，我是阿辉。馒头是家里经常吃的食物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。但是蒸馒头的时候时好时坏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我大概归纳了几个主要存在的争议。第一是揉好的馒头到底是开水上锅还是冷水上锅。第二是蒸好后需不需要焖，会不会回缩。第三是发好的面到底需不需要加碱面。蒸馒头虽然简单，但是也有很大的学问。首先我们来和一下发面。一般在家做只加白糖和酵母粉，很多朋友喜欢把白糖和酵母粉直接加到面粉里去，这样把酵母粉的活性激发不到最旺盛。应该是把白糖和酵母粉加到温水里，唤醒激活酵母，在温水里它的活性才是最旺盛。如果你的面发的不够理想，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一步没有做好。将酵母水分次加入面粉中，边加边搅拌，这样酵母和面粉就能融合得更充分。今天我和这个面用了2斤面粉、10克的酵母粉和5克的白糖、460克的酵母水。搅拌成大棉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。揉成一个像这样软硬适中的面团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到暖和的地方，将面醒发好。为什么要加碱面的问题？加碱面是为了综合发好的面团产生的酸度。这里就要分酵母发面还是老酵面发面。因为老酵面发面酵母菌不够纯，有杂菌，发好的面有酸味儿，所以一般都要用碱面来综合这个酸味儿。酵母粉发面比较纯，发好的面一般没有酸味儿，所以不用加碱面。这时候面就醒发好了，面的体积明显的增大了，膨胀的特别厉害，因为酵母菌产生的大量气体把面膨起来。看看里面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气孔，这样说明面发的非常的好。把面放在案板上揉一揉，把产生的气体给它排出来，这一步非常的关键，也叫排气。把发酵产生的大小气孔揉得更均匀一些，使面团的性质更稳定，这样做出来的馒头才能蓬松暄软。面一定要揉到这种程度，光光的比刚才的面团紧实多了。蒸出来的馒头为什么回缩？就是这一步出了问题，因为回缩的原因是里面还有大小不一样的气孔。出锅后遇冷，大气孔破裂，外界压强的原因会使这个馒头塌陷，所以出锅前焖不焖关系不大，主要是看面团气体排空变得结构均匀。揉开搓成长条，揪成大小均匀的面团，取一个面团揉一揉，揉成馒头。像这样揉光滑就行了。揉好的馒头盖上保鲜膜，2次醒发。2次醒发很关键，刚才揉面已经把气体排出，让酵母菌在此发酵，形成均匀紧密的小气孔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馒头的蓬松度，比刚才揉好的馒头体积增大了一些。盖上盖子，用大火上气蒸20分钟即可。刚才我是开水上的锅，到底是凉水上锅还是开水上锅，其实都取决于2次醒发的程度。2次醒发到位了，就直接开水上锅，
如果你室内比较冷，达不到2次醒发的温度，就冷水上锅，随着水温慢慢升高，2次醒发也就做好了。时间到了，打开锅盖，拿起一个用手捏捏，没有回缩，蓬松度和弹性都非常的好。用手捏一捏，它会迅速回弹，说明它很柔软。掰开后看看里面的气孔结构很均匀，所以出锅前焖不焖没有多大关系，主要把揉面排气和2次醒发做好。这样我们的这个馒头就制作完成了。上面的3个问题你理解了吗？希望大家在家都能蒸出白白胖胖的大馒头。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谢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